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在6月26日，中国北京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黑天鹅事件啊！一架小飞机撞上了号称中国尊的中信大厦，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那这个飞机撞击的视频传的到处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小飞机的残骸落地。那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有1人死亡，13人受伤。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一个非常有广泛传播力的事件，请到2位嘉宾。在我的右手边是著名的，不著名，著名主持人星光熠熠的这个蒋光宇。大家好，对，在我左手边是大家非常喜欢并熟知主持人石山先生。这个事件大家都看了对吧？我首先讲啊，这事儿特别邪乎。为什么2026年6月26号晚上6点，下午6点，26，你看多少个26？哦，都是2026年6月26号下午6点啊，66，这是大吉大利还是6点26分是吧？不是，你要看你看你是西方人还是还是东方人了？这66大顺儿，你也可以说6好像在西方是一个666嘛，圣经里面666圣经中讲过，666好像是一个很不吉利的一个，而且是一小飞机撞上了一尊。中国尊一尊，真的是你想想这个对，有点意思，这有点意思啊。这个真的是你信不信吧？反正这事儿是真的是这个太奇怪。你别说弄一飞机去撞，你知道北京，我小时候北京还可以放风筝，对不对？现在风筝都不让放，风筝都不让，鸽子都不让放了。人弄一飞机撞上去，你说这牛？无人机那块都是不能够起飞的啊！不光是不能飞，还不能买，不能租，就是北京市区里头啊，连买无人机都不行，卖无人机也不行，就是租无人机也不行。所以北京就是一个禁飞区，完全禁飞区。恨不得连苍蝇都给你安上芯片就是这个真是这样现在。但是人一飞机不照样进去了吗？这就很蹊跷啊！这是很蹊跷。对，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下时间线，它是其实是这个机场，它是在这个北京的东北部地区，叫石佛寺通用机场，在晚上的大概5点30分，一架小飞机，它的这个编号是 B12PP， 它是中国国产的一个叫阿诺拉 Aurora 的一个飞机，是前后2座，但是飞行员只有1人，它是5点30分起飞进行这个单飞，然后飞行员名字叫刘俊华，然后在5点40分，也就10分钟之后，按照原计划他就要返场着陆了。但是呢，他就是在着陆的这个跑道上突然偏离了航向，并没有正常的降落，然后一直保持着向西飞行的状态，然后就飞出了机场，然后就直接往北京飞去了。然后20分钟之后，到晚上6点左右。飞机击中了这个中信大厦，也就是中国尊，然后飞机在空中解体，然后残骸四落，然后并引发大火，之后消防车抵达现场，然后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是挺奇怪。你觉得这个撞击它是蓄意而为，还是说是一个意外呢？如果说一个意外，那也太意外了。它因为有很多非常巧合的因素啊。如果这个人呢是飞机失控。他会很惊慌，他还关了应答器。对，他关了应答器。他从800米，然后降到了400米。这是我看到的，而且他是一条线直奔着那个北京市中心就飞过去了。对，那你说这个这一系列的这个东西，你说是意外，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说飞机失控，太不可思议，除非。哪个坏人啊上去给那飞机安了一个什么东西？对，我觉得都那应该他半路就可能就往下栽了，对，就出故障了。对，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念我想到的是那个东航，那个事儿，他是蓄意的，他是自己把那个飞机就一头栽下去了嘛。对，所以我看到我当时就觉得这肯定就是自己不想活了，然后呢，我就得撞一个北京最高的建筑，我就得让所有人。就是表达一种不满，或者是一种咱背后不知道啊，他是什么想法，咱不知道。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一个蓄意的一个。对啊，很多中国网民就很遗憾呢，说你干嘛非得撞最高呢？旁边有一个叫大裤衩的，这个方面的，那不远呢，还有一个叫中南海的，好像离中南海就不到7公里啊。对，6公里多，好像对，都很近，非常。而且在空中，我听说是，你看这空中你想瞄准一个目标撞，是比较不太容易的事儿。这个得问指定了。
我说这个没开过飞机。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哦，对我说怎么中国也来一神风特工队？是，还有女神风特工队，真的是毛主席厉害，妇女能撞半边天。就是那个刘俊华，现在确认是中信的那个高管了吗？还是只是同名？还是不知道。你要是这个同名，那再加一个巧合，你知道这数理统计上啊，80%的80%的80%的80%，基本上就是那个几率就很小很小了。就是说这个重名的这个人是吧？对，就是说你有几个你又是中信的，又得叫这个名字的，对，又得是中信，又得叫这个名字，最后还撞的还是中信大厦，还撞的还是中信，对。这个就是可能性就非常几乎没有了。对对，所以这个事情啊，就大家都盯着，反正官方现在还没有，我估计他们肯定最后会说这是飞机故障啊，这个最好的办法。现在官方有通报出来吗？通报只是说有1人死亡，13人受伤，然后具体的什么原因他没有说，就和当年东航有点像。我觉得他处理方式也和东航一样，就现在在网上全面晋升，然后就东航的这个事故到现在官方没有给出一个说法，这是美国人给的，是美国人，对，有人向美国人这个要求解密一些文件，然后说把这个当时的一些情况这个透露出来，对，然后我们而且是在2年之后，事发2年之后，对，我们才知道当时东航坠机的真相到底什么样，就是机长当时想要去强制的，相当于类似自杀式的，拉着副机长，对，资深的副机长带着一个这个资浅的机长，对，那你们觉得昨天这个事儿是这个刘俊华，他跟这个机长的情况一样，他是自己受到委屈了，想这个以死来泄愤，还是真的想做点什么，真想往中南海去撞，没撞着嘛？就是说，我觉得，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一考虑这表面的证据啊，表面这些情况，我们肯定第一个，大部分人都这么想的，这哥们儿这姐们儿哈，有种啊，山东人。山东大学毕业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山东人，县中了是吧？对，就冲那儿去了。那又是刘俊华，又是这个中信的下面一个算高管吧。然后你可以想一想，中国有多少人叫刘俊华？但是有几个人交得起开飞机的学费？对，这是一个这个可能性低啊，只有这个有钱人才能搞得起。那个学费据说是20几万到30几万，啊，这是这个学费。而且在这次飞机它是单人起飞，就说明他其实他已经训练了，有相当多的这个飞行经验了。对，学飞机是很贵的，因为你说学飞机贵，我想起我以前大学一个日本老师，他教我们这个编程，然后他有次吃饭的时候，就他老婆抱怨说他很喜欢这个军事，喜欢开飞机。他老婆抱怨说他这个开飞机，然后开到后面这个房子也没买，就花销很大，全是开飞机了。因为他是军事迷，他那个我们上课的时候，他那个桌面就是一个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然后他又特别喜欢开飞机。就开飞机确实挺贵，但是在美国相对来普遍，在国内其实也不便宜，美国也不便宜。对，美国也不便宜。在国内其实开飞机的人会开飞机、学开飞机的人更少。凤毛麟角。对，在美国相对容易。原来那个你说谢教授，我有一次采访他呢，经济学教授那个。对，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喜欢开这个飞机，他飞机也不贵，但是呢停机费很贵，飞一次的那个费用挺高的。然后他有一次就跟着去了，也双人嘛。两边都可以驾驶，像那教练机，那人开到一半说：“好，谢教授，你现在开，我睡一会儿。”谢教授吓坏了。我还坐过这个，在美国有，你掏大概100多块钱吧，半个小时，那个飞行员带你上去飞一圈。而且他那个是教练机，对，就是你坐的这一侧也有一个操纵杆。对，就是。但是那些按钮都没有，这个操纵杆。飞到高空，那个飞行员说：“哎，说你试一试，你往左。”哎呀，给我紧张的，往左边一点，飞机就真的往右边一点，他会给你点这个。你当时没有看见大楼什么的，没有瞄准一下。美国哪有大楼啊？美国一马平川开过去，但他特别好玩。他说呢，那个飞行员边开边给我们讲嘛，就是飞机最危险的是起飞和降落。对，这个你一定要学。
到了空中，你就基本上很悠哉了。你把这飞机拿自己飞，现在好多自动的嘛，你就坐那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对，所以这个刘俊华他一定是有了，他还是很精准的，没错，瞄着那大楼就飞过去了。没错，没错。他这个你想啊，这个他叫当时是出来的公告，首先出来公告是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飞行公司。他先出来的，说问大家社群上该降落了，飞机不见了，就这社群上说大家也没看到一个小飞机啊，上面就说的会员机长刘俊华，那上面当时就说，结果后来再过20分钟那边就出事了啊，就出事了。你看他那个航迹可以看，他在那个就平谷那边那个机场啊，他转了2圈，然后就应该降落的，他其实就是训练。起飞降落，我估计也不是特别资深吧。对。然后，但他不管怎么样，身边已经没有这个教练了，他可以单飞了。对。那就已经是算是不错了。飞一下以后，他就突然改道一路向西。那就是他想好了的。我觉得是想好了。现在问题就是他是说。多久之前有了这个想法？是他一开始学飞机，我就打算我将来我得撞着了，还是说那可能有点早了？那是阿拉伯来的，对我想好了要撞你911，对，还是说他最近可能是我看网上有人说他这个投资失败呀，在公司是不是仕途不顺呐？可能是出于这种，但是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对这个共产党高层的这个统治有一些不满呀、怨恨呢？这个可能也都是会交织在一起。对呀，当然是有可能了。如果是当然这个不满的话，应该撞旁边那个大裤衩子，那个撞起来那太低，可能撞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对，他那个有多高？400多米是吧？北京80多层，北京最高80多层，他撞到80多层了，109的。他撞到80多层，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这个目标，就相对从那个照片看，好像它飞机特别小嘛，就2个窗2个洞，对，就跟那个911完全两码事，完全两码事。就我可以想象的，第一，它这个飞机根本就没打算让你飞多长时间，对，所以加的油很少，对，然后你转吧2圈，然后飞到北京就没剩多少油了，就得回。所以它那个机尾掉下去。也就是下面着火，说不定是汽车着火，都不是飞机的。而且当时拍的没有发现很大的火，对，有个消防车在下面，在那个喷，它就是掉下来以后，机尾掉下来以后砸到下面的汽车了。到底是砸下来那部分着火，还是汽车着火，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它就是那个上面是完全，我看网上有些人说这个窗户那儿啊还冒烟出来。但我最早看到的视频是没有烟，对，没有烟，就是完全就是感觉你这2个洞拽了一块石头进去，吭哧砸了一洞，对，然后就，所以那个感觉是什么呢？这个小飞机啊，进去以后卡到那儿就尾巴就断了，就掉下来，那人还在里头，就是可能在里头，人可能当场就撞死了，或者是对，人肯定无法幸存这么高的速度，它主要是。和911比的话，它飞机太小了。对，飞机小的话，质量小，它本身动能也小，而且它速度也慢。像这种螺旋桨分机，它不是喷气式客机，它的速度也就是和这个2战神风战200多公里的，对，差不多200多公里的速度。对，我看到，你知道这个事出来之后，下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说什么说911那个事儿，说为什么飞机撞到了一个大楼的上面啊，整个楼会塌掉，而且是那种融化式的坍塌，所以当然这是个题外话啊，就是有很多阴谋论说911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对，因为你想，你撞到楼的上面，你楼上半截塌了也就塌了，怎么下半截整个都能这么塌下去？就是那个火是从哪能烧，从上到下这么烧？就是当然这个题外话啊，就是说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要问一下搞建筑的这个朋友，说他那个结构和我们理解一般就是旧式的这个楼的结构，可能有些不一样。它主要是钢骨的一些结构，它是中间怎么相互搭，就像你一积木似的，抽了一个，哐哧就全。但它怎么能会化了一样的那个，咔就化下去了？所以这里面确实是有非常多的。那个蹊跷啊，这个咱们可以单做一集。著名的阴谋论这个其中之一是，但这个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我想问子弟，
北京是防空特别严密吧？特别严密的情况下，假设啊，如果有一个敌对势力的飞机飞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应该谁来应付？怎么应付？这个程序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觉得？就是说假设我是空军，我雷达发现了，哎，我发现一个飞机，然后这是不是什么拦截、发导弹？怎么样？就是这次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应付，就是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对，我觉得和这次它飞机它这个时间有关系。正常来说，就是说，如果你发现敌机，它可能距离你像如果外部来的话，它北京包括这个天津方向全部都有雷达侦测，所以可以看到有飞机过来，它首先识别你是不是这个民航客机或者是这个有敌意的飞机。如果确定是你有敌意的飞机的话，它可能先。这个或者是他不太确定你是否有敌意的话，会和你进行先联系。如果联系不行的话，就是一般战斗机这时候会紧急升空。对，但是战机升空的话，其实它也是需要时间，因为你从你这个命令下出去以后，你到飞行员紧急去跑到这个 scramble 的话，它也需要这个10-20分钟的时间，然后飞机才能升空进行拦截。那或者是。如果在我的防空武器覆盖范围之内，你像北京，它理论上都是有一些这个中国红旗9啊、红旗16进行覆盖，毕竟这个首都数位区，所以这个防空系统也可以进行拦截。对，那这次我觉得它一方面也透露出这个可能防空警戒的这个一个漏洞吧，因为这个小飞机它本身它的起发位置是在石佛寺机场，也就在。北京大概东部平谷县，对，它并不是算在北京市中心的地儿，对，所以它飞过去大概有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那我有看到报道说，好像是军方有做出反应，但是军方到达现场，比如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做出回应。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防空的一个漏洞。对，你说这跟伊朗差不多了。跟伊朗差不多，你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丢就过去了。就是说你今天就比如说我们东航那个事情，它如果是在北京，如果他想撞，比如说本来是要降落在北京，然后他夺机之后去撞击，你说中国尊也好，中南海也好，大裤衩也好，他其实完全是有机会去这么做的。对，没错。当然，这种是防不胜防了。但是我那就跟朋友讲了，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假设你是那个负责下令按导弹的，你敢不敢下令把它打下来？卫戍区的那个头儿，对。我估计都不是卫戍区，卫戍区是陆军。我的印象啊，应该是空军，它绝对是空军的，对，绝对是空军的部门。说不定也跟卫戍区有关，它应该统一管理吧？你敢不敢下令说打下来、炸下来把它？你敢不敢发这个？其实你真的是，我估计不敢。我估计离中南海那么近，对，而且这小飞机情况不明，对，中国能飞飞机的，非富即贵，对，然后掉下来砸到谁不知道，砸到哪块不知道。我估计你可以想象这个下令的人哈。如果这飞机打下来，不管什么错，都是你的错。对，对不对？因为他后面撞楼啊，撞什么中南海都没发生啊。但万一他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万一真撞到中南海怎么办？撞中南海，那也真一头栽到中南海去了，那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反正你打下来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反正都是吃不了兜着走。对，如果他。这个没有撞呢，或者他们撞到郊区了呢，飞走了呢，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你就是你还是这个可能会批所以我很多朋友说这次空军那个系统可能会再被追究一下。现在已经好几个中将被干掉了。火箭军不是你想想，这个习近平之前清洗火箭军，然后又把苗华的海军清洗了。对，现在依仗的是空军然后现在又要把空军的人再要清洗，海陆空全洗一遍。空军也不满那个叫那个许其亮就是空军的呀。对，然后这次你看，昨天26号，人大不是宣布剥夺15个这个人大代表资格嘛，包括马兴瑞，
包括郭永航，昨天宣布啊，郭永航广州市委书记，胡文华重庆市长，然后还有李凤彪上将，还有好几个。你一看，空军的将军有3个。是不是受这事儿波及？对，我们就想，哎，这个一看没姓刘的，应该没有。对，而且我看还有人说，这个蔡奇这次可能要那啥了。对，北京的防卫是交给他的嘛？对，没错。这个中办管卫戍区的，卫戍区那这事儿肯定是赖卫戍区，一个头上。蔡奇空军的空管也要赖。对，因为我说实话，在平谷那个机场。在那个地方搞一个机场，能够搞个飞行学校，那个本身就不简单，那一定是跟空军跟那个最高层有点关系，背后有关系，所以后面也得挂上钩，这得且查呢，且有一批人要倒霉。是，但你说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位刘女士为什么要开飞机去撞这个？中国一尊，这恐怕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资料实在是，如果他是有意去做这个事儿，他应该留下一份什么东西？对，当时东航那个副机长其实就留了一个，对，就当时网上有相传他的留出来一个，说他对这个领导不满呀，对这个上级不满这那的。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能很反映一个问题，因为就不管怎么说，他是中信的。这个算是高管，然后就是在社会地位，包括资产赚钱也很多，然后又会开飞机，其实相当有一定社会地位人，成功人士。对，但是连这样的成功人士，最后我们不管他什么原因，他被逼到走到这样的一个绝路上。对，我觉得他是反映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你现在不管是底层的送外卖的也好，还是高层的开飞机，这个投资的高管也好，好像这个社会。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一个困境，然后现在已经到临界点，就感觉快沸腾了。对，每一个阶层都不满。是，而且你可以，这我判断啊，这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就是高层的反抗只能是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你看前段时间不是继续吹捧那个3大改造吗？社会主义3大改造，改造什么呀？改造农民、手工业者。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改造的？你对现在那个中国政府来讲，不是把农民全部钱都收起来，也没多少钱，是吧？然后手工业者全部钱是没多少钱，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后面那个民族资本家。现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都是谁？大家想想，马云呢？马化腾啊，那都是白手套，真正的就是他们那几百个家族。对，不是这口号听起来不像是。这个世纪的口号像是50世纪的口号，3大改造，对，民营资本家，对，当时公私合营特务的那个年代的，没错。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如果中共要继续推类似3大改造这种东西啊，重点已经肯定不是农民，因为当初50年代3大改造，第一改造农民，把这个农民的自己的土地。把它收回来，变成公社啊，变成这个合作社。这个现在土地已经没了，已经是属于集体所有了，已经不是。第二就是手工业者，就是小摊小贩，把它集合起来变成集体企业。这个现在你也没什么好搞的，很麻烦。所以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后面这一段，就是所谓的民族资本家啊，这个资本家这些产业。全部都是叫公私合营啊，叫如何。现在最肥的一块肉就在这儿。问题是这一块肉，基本上都是我们刚刚说的中国最富有的那个阶层，而且中国的富人就是跟权力最大的这个阶层是合在一块儿的。而且你在中国做公司，你慢慢发展，你在地区发展，你要和地区的这个领导人有关系。当你做到全国性，你要和全国领导人有关系。你看，不管是马云、马化腾也好，他背后都是都是你要么是江家，要么现在是习家。你一定要包括之前的是曾家也好，你一定要千方百计要有关系，你才能有发展。而且它是一个，就是你没有选择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话，你可能就做不到这一步。对。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在广东做生意，做得挺好的，
然后说去四川那边官员说，哎呀，你们过来，在我们这个城市啊开发，然后我们就给你开。等你钱投进去了，地基建了一半了，会有人过来说，哎，你这个你需要人保护，你给股份，他给多少？52%。我当时这哥们就傻了，说52%，说你这也太黑了。我说那你要不要做？你要不要做？52%你还有个渣，你还能赚点钱是吧？如果你要不然你随时就什么都没了，你这投进去钱全完。所以就跟什么呢？就跟以前那个黑社会收保护费是一模一样，还厉害，一模一样。那个方法是一模一样。你开了店了，过来，哎，你这个你是不是不想玻璃被打烂呢？我可以保护。所以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对，整个中国都在他的这个控制之内，没错，势力范围里。所以就是刚刚指定说的。走到哪儿你都必须找保护伞啊！你必须有靠山，你才能做当地的生意才能做，稍微大一点都得这样。所以他现在，我们就想说中央啊财政不行了，看上大企业是不是啊？你支付宝哎是不是交出来了是吧？这种东西啊，你这个像什么腾讯呢？像什么这个阿里巴巴啊，什么京东啊，这些其实他那个股份早就已经给收过去了，对啊，已经给收过去。问题在于还有这批收完了，现在钱还是不够啊，那中央还得继续收啊，很多各种各样的企业。问题在于省财政也不行啊，地方财政也不行。有中央收割的一批高一点韭菜收了，低一点韭菜什么到省了是吧？问题在于一层一层，你想想到村里。我也可以执行同样的政策。我到村里，你养鸡养这么多，养鱼养赚那么多钱，他也可以收啊。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最开始一定是从最上面。所以我为什么说这高层的出现的反抗，将会开始，对，将会开始。因为下面老百姓们给压榨几十年了，而且一个政权的崩塌，往往都是从上层开始的。对，你靠底下想把它推倒太难了。农民起义成功的也没几个。对，其实最近这半年，其实形势变化的其实还挺快的。对，就是我们说这个上层，就是中共，其实过去这几个月就是发了好几道令，很多出海资金都被这个掐断。对，包括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像老虎啊。长桥啊，包括富途啊，都被禁止，就是说你这个大陆的人再去出金去投资美股，它就是切断中国资金。其实你真正能够出金，你投资美股、纳斯达克，其实都是中国的这个中上层有钱人。对，老百姓哪下来？老百姓，我以前在国内，我爸妈哪会想到说什么就不让你买，你买都买不着。对，让老百姓买的都是能亏钱的 A 股、垃圾股。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石山先生说的这个，我想到就是说，这个趋势在一发不可收拾的往下走，因为其实你在这个科创圈以前有很多的美元基金，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红杉资本啊，或者是这个就美元基金，它给你开的条件相对来说更宽厚一点，然后呢，大家都是按照合同去走，那亏了就愿赌服输，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过去这几年，就是美元基金，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首先就是国内收紧了这个对这个海外资金的这个美元基金的监控，而美元基金这边也意识到这个风险太大，然后也一步一步撤离。所以现在国内这个创投圈越来越多都是人民币基金，只剩下人民币基金。对，而人民币基金背后其实都是国家资本，都是就是各个。你包括这个发改委牵头，或者是各个省委背后的这个资金在里面，他们这个更不讲。就像你刚刚说的，有很多就是黑社会条款，或者是比美元基金要更加强硬或者更加蛮横的一些东西。没错，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化的趋势在越来越大，而且这样的一个分化，它其实是影响的中国这个中上产。对，现在这个感觉是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就是前几天还有那个数据嘛，说中国3.2亿的灵活就业人，灵活就业，所以那个灵活就业就是没有工作，就下面的老百姓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就是3亿多人，3亿多人了，是3.2亿人。现在其实一层一层往上，所以叫这个底层这个返贫，中产沦落，现在高层什么呢？被割韭菜了呀，对，外逃。
啊，全部都是在外逃，所以他才采取那措施。去年1万亿资金，1万亿美元跑出来，是，所以今年一开年也是跑特别多。所以这个刘俊华是不是就是跑不掉？哎，跑不掉怎么办？或者是鱼死网破的，或者有人把他弄了，带着钱跑了，他没辙了，对，他要被追责了，他肯定有非常大的这个怨恨。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刘俊华到底什么动机去撞的。那我们在未来的1年，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这个消息，包括报道会出来。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觉得刘俊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执行了这次就可以说是中国版的911的事件呢？那欢迎大家留言。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